江南首富沈家的千金，身上有银票，别抢我们陆家！我散尽百万嫁妆养了你们5年，大旱之年，你们却拿我的命去换你们苟活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陆家血债血偿。我还活着，不是梦，我真的回来了。小姐，您验着了，怎么哭了？半夏，真的是你。半夏，今日是何年何月？昭元5年4月初5啊。昭元5年4月初5，距离大荒灾只剩30天了。前世你们欠我的命，这一世我要陆家100倍偿还。清溪啊，常州考评在即，需要上下打点。我瞧着你在城南的2个绸缎铺子不错，今日把地契交出来，本夫人替你卖个好价钱，为你夫君分忧。婆母说的是，夫君前程要紧，儿媳自当倾尽所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2个铺子，上个月我已经抵押给钱厂，换了3万两现银，填补咱家宫中的亏空了。婆母若是现在要地契，须得先拿公账把那3万两亏空平了才行。不知账房里可还有现银？胡说八道！我陆家书香门第，宫中怎么会亏空3万两？你这是舍不得嫁妆，编瞎话骗我！婆母不信，这是我让半夏从账房誊抄的月接单。您为了摆胯，给老太君办寿宴花了1万两。夫君买古董字画花了8000两，桩桩件件都有您的私印。若是婆母不想还，那我只能回京城娘家，请长辈们来评评理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小姐，那铺子您根本没抵押，为何要骗夫人？陆家就是个无底洞，不这么说，他明日还会来缠。更重要的是，我需要借口去查一查陆长游的底。前世大灾刚起时，陆长洲曾拿出一大笔银子买高价粮，那钱绝不是他俸禄能有的。他肯定动了我的嫁妆田产。半夏，你去查一下，少爷最近除了去衙门，还常去哪里？奴婢正要禀报。盯梢的小厮说，少爷最近常去城西柳树胡同，那里好像养了个女人。养外室，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沈娘子好大的手笔，想查什么？我只想确认，我夫君陆长洲是不是拿我名下关外那1000亩良田的假地契，在您这里借了3万两白银，给他的外室赎身。假地契，不可能，上面盖着你的私章。老板若是不信，大可拿着契诀去衙门验真伪。不过明日就是还款期限，若他拿不出钱，老板不仅本金全无，还得担一个收受假契的罪名。娘的，敢骗到老子头上！老板息怒，我有个法子，不仅能让你拿回本金，还能顺便帮我一个忙。诸位大人，学生一直恪守家训，修身齐家。卓席虽是商贾出身，但也算贤良淑德。少爷，不好了！城外黑钱庄的虎爷带了几10个打手，
把咱家大门堵了。陆长洲，你个衣冠禽兽，为了养青楼外室，竟然伪造妻子的印制片带3万两。今日要么还钱，要么拿你见官。斯文败类，宠妾灭妻，偷盗片带。陆长洲，你的考评不必等了。误会，大人，这是有人陷害。拿钱，不然今天卸你一条胳膊。青衣，救我！用你城南的铺子抵债吧，我求你了。夫君这话说的好笑，你为了养外神伪造借据，如今却要我用嫁妆给你擦屁股。你要怎样才肯救我？签了他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另外，把你陆家祖宅和10间祖产铺子抵给钱塘还债。只要你签字，虎爷自然会撤走。你若不签，明日我就去顺天府击鼓鸣冤，送你流放3000里。选吧。要么按手印拿祖产抵债，要么留下你这只手。我签。周儿啊，不能签！祖宅若是给了他，咱们陆家就流落街头了。你这毒妇，哪怕卖个铺子也够还债了，你非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吗？逼你们的不是我，逼你是他贪图美色、伪造文书的贪念。给你，都给你。站住！都给我放下！和离书已签，我要带走我的嫁妆，好聚好散。好聚好散！你做梦！来人，把院门给我锁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想走可以，留下这10里红体，哪怕一根金簪子，你也休想带出这个大门。陆夫人，你可知我今日为何要特意挑在这个时候逼常州签字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算时间，我半个时辰前派人去衙门报的案，此刻该到了。京兆尹办案，是谁胆大包天，敢当街强抢良家妇人，霸占他人私产？有劳张捕头。当年我出阁时，沈家128台嫁妆皆在官府登记造册。今日和离，按大明里，女方嫁妆夫家不得侵占分毫。半夏念：紫檀香12对，赤金头面20套，东珠玉如意4对。强盗！你们这是明抢，那是我们陆家的东西。陆夫人，按名册点收。大明律例明文规定，你若阻挠办案，休怪本官拿你回衙门吃牢饭。夫人头上这只点翠金簪，是我去年生辰时娘家送的陪嫁，摘下来。不，这是我的，你休想拿走！既然夫人舍不得自己动手，刘嬷嬷帮夫人一把。不，你这李夫人！嫂子，这是你送给我出身面的，你拿走了，下个月花宴我怎么见人啊？我是沈家的大小姐，不再是你嫂子。沈家的东西，哪怕是砸了喂狗，也不会留给你们陆家充分面。搬走！
你这毒妇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一个被休弃的女人，名声尽毁，你带走再多钱又怎样？陆长洲，趁着现在还能喊得出来，多喊几句吧，因为很快你们就会连一口喝的水、一块啃的树皮都找不到了。去京城最大的牙行，告诉他们，我要买下青州落雁峰那座最偏僻的废弃屋堡。小姐，咱们这30多辆马车太过扎眼，为何不直接回京城？不能回。江南3年大旱，蝗灾爆发，京城必成炼狱。带着这么多物资回京，只会把恶疾的辽民引向娘家。这封信，你立刻交给我爹的亲信，让他们务必在半个月内带着沈氏全族退回江南老家的屋堡，闭门不出。至于我们，要在北方的荒野里，硬生生砸出一个避难所。哎呦，嘿，贵客临门，夫人是想看城东的别院，还是城南的商铺？我不要京城的宅子，我要青州边界落雁峰及其方圆50里的地契。落雁峰，夫人，你莫不是在开玩笑？那地方三面绝壁，连土匪都嫌没水喝搬走了，那是彻头彻尾的穷山恶水呀！落雁峰3面环崖，唯一山路陡峭，我要的就是他的易守难攻。城南旺铺6间，水田800亩，夫人，你要把这下金蛋的母鸡全卖了？不错，不仅是地契，门外马车里的嫁妆，今日我统统按市价7成全抛给牙行。我要你用这些钱，在3天内买空全城最便宜的陈粮、糙米和铁器，少1斤，我要你的命。小姐，这地方比牙行说的还要破败，连飞鸟都不停留。咱们真的要在这秃山上安家吗？荒凉才好。荒凉意味着朝廷的贪官、叛乱的流口都会绕道走。这外墙虽破，但根基是纯石铸的，只要加固好，就是天然的绝壁要塞。都打起精神来！从今天起，落雁峰就是我们沈家人的铁桶江山。把物资全搬进内堡，立刻清点修缮。一丝露水都没有，风已经开始烫人了。大旱要开始了，河床也干了，得赶在他们彻底饿疯前开城招工。落雁峰屋堡招工，不限男女，只要能干活，每天2顿浓稠的糙米粥，外加管饱的黑面杂粮饼，拖家带口的都可以上山。我去，为是你，我就给我一口吃的，我把命卖给东家。我力气大，我能挑石头。内墙夹层必须填满夯土和碎石，高度再加3尺。箭塔位置往外延，必须保证没有死角。东家放心，这些匠人都吃饱了饭，干活卖力得很。东家，挖不下去了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们深挖32口大地窖，用来囤粮吗？挖到地下3丈深，下面全是一整块极硬的黑岩石，铁锹决断了10几把，连火药都炸不开。东家，这地窖怕是成不了了啊！东家，您看，这黑石头叫铁骨岩，比生铁还硬。别说造地窖，挖个老鼠洞都难如登天啊！不，这下面有东西。东西？除了石头还能有啥？我听到了水声，这绝不是死心岩，这是由于地壳运动形成的断层。半夏，立刻上去传令，调集所有工匠，
将营地里所有的猛火油和干柴全搬下来。东家，这坑里若是放火，会把人活活烤死的。留2个人在坑底点火，其余人全部撤上地面。我要用古法火烧水击之术，炸碎这块铁骨岩。小姐，火已经烧了1个时辰，底下的石头怕是已经烧红了。时辰到，倒冰水。东家，是活水呀！这水凉深深的，比山泉还甜。传我死令，今日发现暗河之事，列为落雁峰最高机密，任何人敢向外泄露半个字，杀无赦。小姐，您用7成现银买的，怎么全是不值钱的陈年糙米、红薯干？京城那些米商都笑话咱们人傻钱多，净收些喂牲口的粗粮。大灾之年，一口能果腹的红薯干比一屋子精白米更管用。粮食买够了，剩下的3成银子，全给我换成粗盐、生铁、草药，还有用来驱虫的生石灰。赶在路面完全干裂前，全部运进山。还是我儿有出息，那姓沈的毒妇带走嫁妆又如何？虎爷用祖产抵债，后了8000两。吏部李大人还格外赏识你送去的前朝古画。母亲说的是，沈氏那种商户女，目光短浅。她以为买空城里的贱粮糙买就能发财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马上就是母亲50岁寿辰，儿子定要大办3天流水席。哼，让君城看看，没了他沈清瑜，我陆家一样风光无限。夫君，奴家昨日去城南，怎么觉得外头的太阳毒辣得很？街边好些老树的叶子莫名都黄了呢。妇道人家懂什么？快入夏了，天热些是正常的。赶紧挑几匹好丝绸做身新衣裳是正事。东家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招募的300名退役老兵护卫已经全部到位，安家费已发下，武库里的弓弩长矛也全部打造完毕。只是东家，兄弟们看着您囤积这些堆积如山的粮畜兵器，私下都有些不安。您这排场莫不是要扯旗造反？造反？不，这是在跟老天爷抢命。传令下去，自今日起，乌堡外围所有防御工事全部启动，日夜巡逻，任何人不得私自下山，因为真正的地狱马上就要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今日发放的避暑汤没喝吗？东家，这天实在是太邪门了。往年江南早就是梅雨季，可如今这太阳像火盆一样，连烤了1个月。大家虽不缺粮，但心里发毛啊。有人私下传言说您是妖女，触怒了龙王，才招来这大旱。妖女，我若真是妖女，第一件事就是用你们的血祭天。我花真金白银买粮买药造地窖，让你们的妻儿在这绝地有一口活水喝。天灾是老天降的，能救你们命的只有这座窝堡和我沈清怡。东家息怒，谁再敢乱嚼舌根，军法处置。老天爷啊，你这是不给人活路啊！庄稼全死绝了，这下半年可怎么活呀？小姐，您说的大旱灾真的来了，那些庄稼一夜之间全枯死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米价很快会1天翻1倍，饿极了的人就会变成野兽。怎么才买到这么点儿？昨日还是5斗1两，今日怎么就1扇10两银子了？老夫人，外面疯了，
河都见底了，粮商死活不卖粮，这几袋还是少爷硬从张老板那儿抢来的。慌什么？朝廷很快就会开仓放粮，咱们府里还有余粮，撑过这段时间就是了。什么东西？来人，快闯！长州，长州，救我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我陆家的家底呀！东家，虫子来了！点火，撒灰！小姐，他们飞不进来，您的法子管用了。东家，虫灾毁了最后一点草根，山下的灾民疯了，正朝咱们这里冲过来，人数怕是有上千人。传我号令，断绝山路，升起吊桥。任何敢靠近城墙10步者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律杀无赦。小姐，咱们不是要躲在地下吗？您让人在地下造这么多火炕做什么？也不像是给人睡的呀。这不是给人睡的，是给菜睡的。外面大旱，地表温度烫的能焯熟活人。地下虽有水，但见不到阳光。我利用地笼加热土壤，引暗河水灌灌，不出10日，这些速生的桑菜、豆芽就能长出来。我的老天在地下种菜，东家，您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这可是先人的手段啊！粮食总有吃完的一天，只有让这乌堡自己能产出吃食，我们才能在这乱世里熬到最后。乡亲们，这城里面堆满了粮食，那个恶毒的女人宁可把粮食放在地窖里发霉，也不分给我们吃。撞开大门，抢啊！东家，这群人疯了，门栓快撑不住了，请下令放箭，射杀这几个带头的。都住手！算你识相，赶紧把城门打开，把粮食交出来。想吃白食？毒妇，你宁可把粮食倒进泥里喂狗，也不给我们留一条活路。乡亲们，他这是在折辱我们，跟他拼了！撞门，抢光这里！连弩准备！我沈青鱼的粮食是我花真金白银买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们若想凭一把子力气硬抢，这满墙的淬毒连弩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落雁峰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强盗，但老天不给你们活路，我给。看到那片乱石滩了吗？男人去砸石头修外墙，女人去挑粪肥开荒地，
老人和孩童去捡柴火，只要干满5个时辰，凭望牌，每日去施粥棚领2碗浓粥。这就是落雁峰的规矩，以工代治。只要给口吃的，我干，我这就去砸石头。小姐，您看，地下火炕种出来的菜成了。这要是在外面的黑市上，一片叶子都能换1两金子呢。很好，今晚给护卫队和做苦力的流民也加点菜渣，让他们知道跟着我沈青衣还饿不死，还能像个人。东家，山下新来了一批逃荒流民，有几个人没力气干活，正躺在施粥棚外面撒泼呢。不干活就想吃白食，乱棍打出去。可是，东家，带头的那个老太婆虽然饿得脱了相，嘴里却一直嚷嚷着，说她曾是您的婆母。还说这家务部的东家是他还没修干净的亲儿媳妇，竟然是贵客。半夏，走，随我去迎一迎我那位高高在上的前夫。你们这群狗奴才瞎了眼了！去把你们东家叫出来！我可是他正儿八经的婆母，这屋堡里的粮食都是我们陆家的，赶紧给我端2碗最稠的白米粥来，再切半斤腊肉。这位壮士，烦请通报青衣一声，就说为夫知错了，特来接他。青衣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快让我进去，我儿和母亲快饿死了。攀亲戚，按落雁峰的规矩，该当场拔舌。陆公子莫不是饿糊涂了？半个月前你亲手签下的放妻书，青州府衙门可是备了案的。我沈清怡与你陆家早已毫无瓜葛。你这毒妇！你不认认这些粮食，总得这些买粮的钱，全是从我们陆家搜刮走的。陆夫人记性真差，那是我的嫁妆。至于你们陆家，若不是你儿子送祖产去给外师抵债，你们何至于今日在此像野狗一样乞讨？青衣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你大发慈悲，先给口饭吃吧。想吃饭？我落雁峰可不养吃白食的闲人。我是读书人，我是要考功名的官老爷，我不砸了，我不干了。不干活就没饭吃，把石头背到城墙那边去。城楼上的娘们听着，知府大人体恤灾情，特来征调你这窝堡里的粮食，充作军饷。识相的，赶紧大开城门，否则本官身后的300府兵定将你这土匪窝夷为平地。征调军粮，敢问差爷，可有朝廷兵部的通关红头文书？可有圣上家家玉玺的明皇圣旨？知府大人的手令便是天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既然没有，那就是知府私自敛财，朝廷已免了3年赋税。你们这群贪官污吏，贪没了赈灾款不说，竟还敢打着军粮的幌子来抢私粮，拿去黑市高价倒卖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国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放箭，给我攻城！弓弩退后，不要伤人性命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行。放滚木雷石！退下！全军撤退，到山脚扎营。今晚加派2倍人手巡夜，别让山下的老鼠钻了咱们内部的空子。强攻不进去，这就难办了。若是空手回去，知府大人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得想个法子从内破了他的大门。差爷息怒，小人有办法帮您破开这乌方大门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
也敢在这儿口出狂言！小人原是江南举人陆长洲，那城楼上的毒妇正是小人刚休妻的妻子。小人对这乌堡的规矩了如指掌，只要差爷答应，事成之后替小人在知府大人面前美言几句，恢复小人的功名。明日入夜，小人便潜入控制水闸的暗房，趁乱斩断吊桥锁链。到时候，这10万担粮食全都是大人您的。本官就信你一次，只要明晚吊桥一落，不仅你的功名能恢复，这乌堡里的金银少不了你一份。大人放心，那毒妇今晚插翅难逃，小人这就回棚户圈，挑几个兄弟去南边纵火引开守卫，您只管看信号攻城。陆书生，你大半夜把我们叫起来，又偷了干粮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诸位兄弟，难道你们就甘心一辈子在这给那个毒妇砸石头当苦力？我白天已和山下的官差大人接上头了，只要我们今晚配合他，从里面打开城门，事成之后，每人赏100米10当，白银100两。可那城墙上的连弩不是吃素的啊，那是去送死，不需要你们去送死。子时一刻，你们只需在南边周棚放一把火，制造混乱，引开后卫。我亲自去暗房斩断控制吊桥的铁链，到时候咱们全都是功臣。富贵险中求，在这儿当苦力，迟早也是个死。干了！子时一刻，我们准时去南边放火。走水了，南边周棚走水了。果然是一群无知的草莽，随便调虎离山就中计了。沈清怡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给我看！陆公子，你这砸锁的力气，连我这后妇人都不如。等你把锁砸开，天都亮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南边的火，蠢货！那是东家故意放你这只老奴扑灭来的。你的同伙或此刻正被绑在柱子上吃鞭子呢。沈清怡，你就算抓住我又怎样？山下的青州官军已经集结，只要我不发出信号，他们马上就会用火炮轰开你的城门，你今天一样要死。你真以为我这几天死守不出，是在怕那几个贪官吗？听到了吗？我等了7天的东风，终于到了。慌什么？肯定是知府大人调遣的红缨大炮到了，准备迎！钦差卫队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本官奉皇命巡视江南灾情，青州知府扣押赈灾2款不发，致使恶嫖遍野，已被本官在府衙就地正确。你等不在城中救灾，竟敢带兵围攻民间窝堡，意欲何为？钦差大人明鉴，是这山上的妖女囤积了10万石粮食，企图聚众谋反呀！下官是来平叛的。民女沈清一恭迎钦差大人。民女不仅没有谋反，反而要向大人呈送一份青州贪官与黑市粮商勾结、倒卖官粮的铁证。哦，你一个深山乌堡的妇人，从何得来这等机密？月前，民女在京城与黑钱庄老板虎爷清算债务时，顺藤摸瓜截获了青州知府写给虎爷的密信。信中详记了他们如何将太仓的赈灾粮换成发霉陈米，又如何将好粮变飞鸽传书进行高价售卖。民女在此死守乌堡，只为等大人前来主持公道。蛀虫！来人，将这群青州差役秋后问斩！大人饶命啊！钦差大人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就算是举报有功，可他这座乌堡里确确实实藏着堆积如山的粮食。外边百姓都在吃树皮，他却每天用肉粥喂狗。他私藏甲胄连弩，圈地为王，这难道不是谋逆死罪吗？
沈氏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你的屋堡里到底藏了什么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民女斗胆，请钦差大人入堡一观，便知民女藏的究竟是谋反的刀枪，还是大明的生机。这是外面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，你竟然在地下种出了活物！大旱之年，水比金贵，民女利用北地火烫原理提供地温，辅以暗河水灌灌，用极少的粮食发出10倍的豆芽，足以吊住山外数万灾民的命。钦差大人一路风尘仆仆，为江南灾情日夜操劳，想必已经乏了。民女在正堂备下了些许粗茶淡饭，还请大人一步稍作歇息。钦差大人，陆长洲告我意图谋反，可这册子上详细记录了民女近1个月来利用以工代胄之法收拢安顿的4800位流民名册，以及地下温室图纸。民女散尽100万身财，买的不是精米，而是操满粗盐与铁锹。若朝廷需要，民女愿献出图纸，并将屋堡内1半存粮无偿捐给太仓，只求能助江南百姓度过这场荒年。沈娘子大义，江南官场烂透了，反倒是一个被休妻的女子撑起了万人生机。本官定上奏天子，为你沈家请功立碑。沈庆仪，你的死期到了吧？就算我被流放，能拉着你这个贱人一起下地狱，我也值了。无耻败类！沈娘子子信家财救济灾民，乃我大明义民。你这等斯文败类，不仅偷盗嫁妆，竟还敢勾结贪官，诬告赈灾功臣，剥夺陆长洲举人功名，数罪并罚，杖责80，即刻赐配宁古塔，预设不诱。其母纵容自子伙偷窃，一并流放苦寒之地，服劳役。不要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小姐，我们终于熬出来了，陆家彻底完了。是啊，陆家的烂账清了，但这场荒灾才刚刚开始。重活一世，我不仅要手刃仇人，更要在这末世中带着所有信我之人，活出一个太平盛世。传朕旨意，宣这位沈氏奇女子即刻进京。圣旨到，落雁峰屋堡沈氏卿仪跪听宣读。奉天承运皇上诏曰，沈氏卿仪即刻进京。钦此。民女领旨谢恩，天子诏令急切。这一路上，那些贪官污吏的余孽绝不甘心我们就此面圣，势必会孤注一掷，疯狂劫杀。这10万担粮车是我们的底牌，也是江南百姓的命。东家，我等人在粮在，誓死护卫大小姐安全进京。全军听命，奉诏进京。小姐，连天子脚下都饿死了这么多人，咱们拉来的这5万担粮食能填饱他们的肚子吗？填饱肚子容易，填饱贪官的右口才难。今日入城，绝不会太平。皇上明旨召见，这粮也是沈娘子私人捐献的赈灾粮，你敢强抢？顾大人，到了京城就要守京城的规矩。首府大人有令，赈灾事关重大，绝不能让一个不知底细的女人插手。来人，开箱验粮！大胆贱妇！你竟敢用掺了沙土的废米来糊弄朝廷，这是欺君之罪！拿下！钱大人好大的官威，我这粮是救命的，不是供你们这些老爷们在酒桌上挥霍的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毒妇！
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就随我面圣。我倒要看看，到了金轮殿，你还能不能这么猖狂？皇上，这沈氏包藏祸心，竟将此等猪狗不食的沙土米运入京城，请皇上将其满门抄斩。沈清仪，这掺沙之嘴，你作何解释？若说不出个自丑寅卯，朕今日便成全了户部。皇上明鉴，民女在梁中掺入沙土，正是为了让真正的灾民活命。敢问诸位大人，饿得连烂树皮都吃的饥民，会在乎米里有沙子吗？是那些企图倒卖官粮、妄图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。我掺了沙，这粮在黑市就卖不出高价，贪官就不屑于去抢。这5万张掺了沙的米，才能结结实实的落进灾民的碗里。说得好！满朝文武竟不如一女子通透。传旨，这5万道赈灾粮款，交由沈清仪全权接管调度。皇上，国库粮饷乃国家命脉，若交由一介商贾弃妇之手，恐失朝廷威信，沦为天下笑柄。首辅大人慎言，祖宗法度里可有写过让百姓一子而食，让贪官中饱私囊？放肆！朝堂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？外面灾民要的是能活命的沙子糙米，不是朝廷威信。若严大人能用威信让灾民饱腹，民女甘愿自刎于这金銮殿上。好一个沈清仪！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比你更懂百姓。特赐沈清仪一品皇商之衔，兼领京城提调赈灾总督，谏官高一级。国库剩下那点粮，朕全交给你了，给朕狠狠的掺沙子。臣接旨。乡亲们，那个女官给咱们吃沙子泥巴，这是要把咱们活活要死啊！拿了他的粥棚，抢了他的马车。小妹，大哥来迟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命我带沈家精锐，外加白银30万两，草药50车，特来听候大小姐调遣。谁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，沈家军灭他满门！小妹，陆长洲在流放路上被严首府劫走了，他把你地下藏粮的秘密卖给了严首府，严首府已经暗中联合了北方的5万流寇，正朝着你的落雁峰大举围攻过去。5万流寇是见过血的叛军，大哥现在就点齐3000沈家军，昼夜兼程赶回去救场。不，大哥若带兵全走，我在这京城就成了光杆司令，这盘棋刚落子，绝不能退。大王神威，破城指日可待。放屁！连门都没破到就死了几千弟兄，拿不出破城法子，老子把你下锅！大王息怒，后山绝壁有通风口，只要派死士用毒草点燃，将毒烟灌入地下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乌堡里人全变死人，10万石粮草全是您的。找到了，快把毒草全塞进去，点火，熏死这帮缩头乌龟！护卫长，他们真的找到通风口了，要不要派人去毒死？毒死？东家算准了那姓陆的白眼狼会来这一手。地若着口，送至上天。既然他们喜欢通风口，那就给他们看个大大的烟火。等等，这味道不是泥土，是硫磺。
就是天谴啊！狗杂碎！你敢拿老子5万花下去趟雷阵？大王饶命！申氏那个毒妇太狡诈了，这是个陷阱！犯我沈家者，杀无赦！这只废狗别杀，扔到南军营去，让他亲眼看着我妹妹如何君临天下，让他像蛆一样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首府大人神机妙算，没了乌宝做后团，沈氏在京城就是没牙的老虎。等北边的消息一到，老夫便弹劾他引发民变，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大胆审视，内阁重地，岂容你擅闯？首府大人别急着叫人，我是来给您报喜的。昨夜北地5万流寇意图攻占落雁峰，被我沈家军全歼，这是平叛捷报。多谢严大人送来的带路党，不然那2000军炸药还没处扔。沈清仪，你别太猖狂！你赢了落雁峰，你也救不了京城。如今运河截断，京城的100万张嘴，我看你拿什么填？交出赈灾权，老夫或许给你留个全尸。谁说我要从江南运粮了？严大人信不信，不出3日，我不需要1粒米进京，就能让您手下粮商囤积的100万石粮食变成废纸。狂妄！把金大谷和梁浩掌柜全给老夫叫来，看他拿什么跟老夫斗！首府大人息怒，运河已断，真粮全在咱们库房里，他沈清仪连根鸟毛都没有。把米价再抬一成，130两一袋，老夫要活活榨干京城。每张粮引5两，半月后兑精米10担。5两买10担，黑市要130两啊！天上掉馅饼了！给我10张，来50张！青姨，你这是玩火！卖出50万石的粮引，咱们连10万石真粮都凑不出，这是欺君超车大罪啊！大哥，买空卖空，赌的就是个势。我手里没粮，严老狗手里不是有吗？我用5两银子发行幽灵粮，百姓还会去买他们130两的真粮吗？没人买，他们的资金链就断了。不出3天，必发踩踏式抛售，咱们坐收渔翁之利。疯了！黑市米价暴跌到20两，全城都在买粮引，没人买咱们的真粮啊！银子全压在库存里，防潮防虫耗不起呀！再不降价抛售，全得破产。差点被他骗了，他这根本是空手套白狼，手里1粒真粮都没有。动用严家所有流动现银，明早去总督府把官粮引给老夫全部买断。后天清晨，所有人抬着银子去提衔真粮，老夫要对他全面挤兑。只要他拿不出1粒真粮，老夫就以欺君之罪将他在城门口五马分尸。沈大人，老子带了京城大户凑的250万两现银，把你剩下的粮引全包了。金会长大手笔，若我拿不出粮，我自是欺君，但若到了期限，你们手里这些银子也成了废纸。这就不劳沈大人费心了，沈大人还是想想后太仓的粮从哪儿去吧。沈清仪，2日已到。今日你若开仓见空，大理寺的枷锁已经替你备好了。妖女，开仓放粮！首
首辅大人急什么？既然诸位大人这么想看，那便开仓。不可能！这些粮食从哪儿来的？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金会长，这可是一粒沙子都没掺的纯正精米。至于这粮哪儿来的，多谢你们慷慨解囊。2日前，你们把250万两现银送进我的府邸，导致你们在民间的地下粮仓资金链断裂，债主临门。我大哥拿着你们的钱，以抄底贱价，将你们在民间死握着不卖的存粮全部连仓收购了过来。我用你们的银子买光了你们的真粮，现在全归国库了。我的银子粮，皇上驾到！严老狗，你不是说国库空虚吗？朕看清了你们一群吸血的国贼，传朕旨意，严氏一党涉嫌囤积居奇，即刻抄家查办。老夫认栽。沈清溪，你确实聪明，可你以为你赢了吧？报！皇上，北狄20万铁骑已然攻破北京雁门关，正朝着京城方向一路烧杀抢掠而来。沈爱卿，北狄20万大军倾国而来，京城无险可守。以你之见，大明当如何？既然他们来送死，那就战！